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逐字听清楚。我讲的是方法论，不是简单的某个投资标的，简单的猜方向。目前比特币盘面跟午间行情的时候稍稍有了一些变化啊。午间行情的时候，我们预测它有没有可能走三角震荡，然后目前它已经破位了啊，也就是说这个三角震荡基本上就是可以排除。那目前它破位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需要关注它的成交量密集区。下午我的一个主力支撑成交量密集区、时间成交量还有价格成交量已经做了一个视频啊，还没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位置，这个高位区域成交量密集区破位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在这个位置设止损，然后开空。然后目前波动形态上看，这边 ABCDE 短期的顶部，那这边呢很容易有可能怎么样？ABC 的回调。如果这个位置它在破位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回调到 0.5 区间，或者是 0.382， 回调到 0.382 正好打到哪里？打到5万区间啊，还是5万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紧跟行情，把这个方法论学会，然后通过 K 线技术分析找到进场时机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控制风险，短止损，然后确定的风险前提下博利润的可能性啊。就这边也一样，突破站上去，短止损做多，盈利的可能性都是这样的逻辑啊，而不是什么简单的我对了，没有对错啊。好的 K 线分析是什么？能够让你找到关键位，能够让你找到盈亏比绝佳的位置，然后去博这个可能的利润空间。然后时间长了，你的这个盈亏比做得好，即便你的胜率，也就是所谓的对错胜率再低，由于你的盈亏比大好，所以导致怎么样？整个账户一直是向上的。然后还有现货跟合约的配比一定要清楚啊，好多朋友根本不想这个问题，一定是现货跟合约同步向前走，这样你才能扎实啊。然后行情简单就聊到这儿。那今天我们聊点什么？盯盘啊，很多朋友都在盯盘，无论是职业交易还是业余交易。那盯盘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是瞅着它上去还是下来？是这样的吗？然后你的心里不断的被左右摇摆，然后不断的上帝保佑，盼着它涨，盼着它跌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什么可算有了盈利，我赶紧止盈？还是现在浮亏当中我止不止损，加不加仓，把所有的精神头都关注到这一根线上吗？我现在看的还是1小时，很多朋友都怎么看？15分钟，15分钟不过瘾，怎么样？看5分钟，你看这5分钟，你怎么可能想到大的趋势？它才这么跌，或者是15分钟，5分钟线它一下子有了这么大力度的垂线反弹，你要不要博多？这种都是问题啊。甚至怎么样？我看很多主播，国外的主播很搞笑啊，
看分钟线去交易，而且这分钟你还分钟线啊，分钟线你都嫌不过瘾，干嘛？有更小的时间单位啊，30秒、15、10、1秒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能交易吗？你能做合理的应对？你能做心理的建设吗？你能把控好你的心理吗？不可能的啊！你不是天才，不要把平常人跟天才去相比较，那是不现实的啊！即便是现在国际上顶尖的一线交易员，人家也没这么干呢。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干，这么干等于就是自杀，毫无意义啊！那正确的盯盘方式应该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在这儿，现在等它回踩开空，然后设完止损，然后我先把这个删掉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空的时候设的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止损位。水平线，我们在这儿假设目前开了空单，然后设一个止损位，然后开一个警报，好了，生效了啊，闹铃看见了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干嘛？回到1小时线，我们看整体大的趋势，它是什么样一个趋势？用各种 K 线分析方式干嘛？测斐波那契，画波动，画趋势线，找阻力支撑位，然后看其他的辅助指标，然后看泡菜指数，看成交量的变化，然后历史上同一区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形成轨迹惯性，还有实在无聊了干嘛？看一看更长时间的趋势，去研究比特币这个投资标的的特点，它的历史，它的过去，所有的一切啊，无论是消息面、信息面，还有这个其他的链上数据，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刚才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爆仓清算地图上边已经空没了啊，好像都没了。但有些时候主力会怎么样啊？就是抓住什么可能要回调的心理，然后干嘛？继续向上。主力怎么做都是他说了算啊，只有走出来了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是没办法提前确定他一定会如何，一定会如何，不可能啊。所以我们只是参考看一下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什么顶尖的交易手，他们是怎么做的单，他们是空还是多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什么其他的标的物，看道琼斯是什么样的， A 股是什么样的，原油是什么样的，然后还可以看特斯拉是什么样的，都可以看啊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好多山寨币的状态，看山寨币有没有整体，有没有极个别的老牌山寨币向上窜的迹象，有没有可以看啊。还有典型的老牌的 LTC， 它还在底部爬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什么？看美元指数，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再看 USDT 的占比，再看比特币占比，还可以看出什么？还是比特币自己一个人在高位盘整。然后看以太坊紧随其后，但其他山寨币呢还是没有力量。然后再看 CME 期货的状态，
这一系列都可以看啊。你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怎么样？看一下加密货币热图，整体的加密货币板块整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？一览无余，一下子就能看出什么？今天至少是不是向上的，稍微有点回调的意思。然后可以明显看到怎么样？比特币、以太坊跌了1%，其他的呢 ？XRP 2%，币安1点多，索拉纳1点多，都可以看见啊。然后这些都看完以后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新闻，发生了哪些事儿，重要的都可以迅速阅览啊。这样的话，你脑子里头会怎么样？整个宏观的局势、消息面、政经局势，还有这个市场的情绪，各个标的物的状态，都能看得一览无余啊。然后我们发现，回过头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头寸开的仓怎么样了啊？没有什么任何问题。那好，实在累了怎么样？我们去娱乐玩一会儿，换换脑子。那之前我讲过 YouTube 4大功能：第一，娱乐；第二，学习；第三，舒压，缓解压力；第四，还有激励、打鸡血等等方式啊，去消耗掉你宝贵的时间。至于你的时间怎么去安排，完全在于个人怎么去消费。消耗你的时间等于消耗你的钱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有多少钱，你就可以玩多大的娱乐项目，可以安排自己怎样的生活品质。时间也是一样啊，你是投入到自我提升，还是投入到忧心忡忡、左右摇摆的盯着这个 K 线涨还是跌，还是怎么样提高我 K 线分析的能力，判断宏观局势的能力，看经济指标数据的能力等等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最终导致你能不能智慧的应对资本市场，能不能管理好你的账户，能不能让你的资产向上还是向下的根本原因因素啊。所以说这个才是正确的盯盘打开方式，而不是简单的看着它涨还是跌。所以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启发，对 K 线能有更正确的理解。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